个引擎都送，太夸张了吧？你们改很大的人都是说，我是做一点点改造，跟神经病一样。世界上有一个这么疯狂的模型师。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原地蒋老师，我是阿翔。翔哥，上一次我们开这个企划是2022年了，10月的时候，然后中间有来拍一次，他做的怎么样？大概是2023年，好像9月的时候吧。对，然后那时候已经把整个做的怎么样的制程拍的差不多，然后现在已经2025年，已经就过了一年多快2年了。这台车真的这么难做？对，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时间，有一部分是做，对，有一部分是在等待，对，等待的时间比做的时间还长。对，因为我们的车主啊，他有实车，然后他长期在国外，我们一直想要说，这台车做好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赛道跑，对，直接跟实车放在一起。对，但是后来车主在国外实在是太难凑到这个时间，我们这一集呢，就直接先拍完成品给大家看。然后当时我们从这台车的取材啊，3年前的我们，比较年轻的我们，对，那时候好像还有疫情，对不对？好像是哦，好像还不太能够随便接触。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已经去拍了那个开头，然后还有中间的取材过程，我觉得内容非常的精彩，至少我当时的分量也是比现在多10公斤。我好像也差不多。真的哦。对，现在已经又瘦了一圈去。对。那我们就带大家快速的回顾一下当时记录的影片，请看 VCR。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我是阿翔。翔哥又来了。为什么又来了？没有错，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做了一台胜利辉的这个600LT，马上吸引了另外一位车主 Alan， 然后他也有一台600LT，但那是什么颜色？它是 Stars Gray。Stars Gray， 哇，好，听起来就很厉害的，听起来就很厉害的颜色。所以这次就是 Alan 委托翔哥，又要制作挑战，又在做一样的东西。对，而且有一些更精致的地方，因为它有一些东西选配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又要重新来过。对，就是包含一些叶子板那边透明件。对，因为原本套件它是有几个部位是跟那个车体在一起，对，有做分件、透明分件，对，那个我们就要重做。对，然后还有最重要车牌我这次一定会重现。这次是客户的车，我们需要这个。对，专属的车牌。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引擎上面那个铁网，对，这次盖那个饰板了，因为原本套件就是偏树脂件，那我们这次可能就是看用3D 去重新制作这一片。那我们就非常期待翔哥接下来会制作多久，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我刚才有发现有个最难的，对，什么东西，就是连你都可能做不出来。你是说赛车椅？对。那我们 Alan 说。可以把它拆下来，3D 建模，然后我们拿去3D 扫描，建完模，然后就搬到我们摄影棚送给我们。对，以后我们在摄影棚开箱就是做那个P1 的赛车。对。好了，那我们开场先做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翔哥帮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作品。You see the drippy, I'm fitted up. Hop in my car and the giddy up. Secure the bag, yeah, I get the bus. Pick it up. You see the drippy, I'm fitted up. Hop in my car and the giddy up. Secure the bag, yeah, I get the bus. Pick it up. Ooh, I've been on the flex since flex zone. Neighborhood all in your eardrums. I ain't never scared like Bone Crush. Boy, I got God, don't fear none. My line busy, take no calls. Feels like I don't have no flaws. Snakes in the grass, cut those off. Your old squad shady, my bros raw. No breaks, we go. Throw shade, that's a no. Go high, go low. Like spinning in a 644. Cash money like 504. Ball like AD24. No sleep, need more. Pick it up. Hop in my car and the giddy up. Secure the bag, yeah, I get the bus. You see the drippy, I'm fitted up. Hop in my car and the giddy up. Secure the bag, yeah, I get the bus. Pick it up. Ooh, I'm a real one, my day ones.
say none. Try dig dirt, there ain't none. I make the money then save up. 10, 10, 80, my save ons. Take to the top on the base one. New car, race on. Fast lane, pace on. With the booyah, that's a flex. Not human, I ain't from another planet. I'ma teleport, might vanish. I'ma wake up, do damage. Drawing number 7, C's Bordeaux. Working all night, need more though. I remember nights I was poor though.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You see the drip, yeah, I'm fitted up. Hop in my car and I get it up. Secure the bag, yeah, I get the bus.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You see the drip, yeah, I'm fitted up. Hop in my car and I get it up. Secure the bag, yeah, I get the bus.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台，因为这次业主给我们比较多的预算，对，所以我们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多。对，然后这一次呢，因为我刚好找素材的时候有看到有另外一家那个厂商有出那个570S 的型号哦，然后其实它跟600LT就是基本上是同一台，它只是600LT它是性能的升级版，所以外观有一些不一样。那基本上内装啦，还有其他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空力套件不一样，所以我就买了那一盒回来，看有什么可以留用的地方。可以沙漏过来。对，民用通常会说留用，对，就是有一些如果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就拿过来留用，就是这样。那大概有什么地方？因为现在看到灰色的地方都是原本套件，那个不是上皮漆，它是原本的套件。然后我就是可以留用，我就移植过来这边。所谓的原本的套件是指另外一盒原本的套件留用过来。对，不是这个树脂的套件。对，树脂是我们这台车，然后留用的就是灰色这些另外一台570S的零件。好猛！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花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的制作改装的地方。首先就是修磨它这个一些零件的密合度，就是原本公差很大，所以就是基本的修补。上一台我们没有在这里做无缝，然后这一次我这个地方其实是应该要做无缝，它这是一整块的板件然后像这个进气孔也是造型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是全部补起来重做。那侧裙的部分一样太短，然后我也是用改造板接长，然后前后有一点不够的话，也是用补土修补，就是跟上次那一台一样太短，一样都太短，所以我用改造板，所有的症状跟上一台都一模一样，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又再重新修磨过一次。对，剩下的就是改造的话，就是进气孔这边一样，这个是应该算散热孔，这是铝板嘛？对，这是铝片，对，然后铝片去凹的，就是挖空，然后追加那个铝片，然后车头保管位追加这个应该算是雷达测距的那个位置，然后还有那个这应该是拖车钩的一个盖子的刻线追加上去，然后前后都有追加那个雷达的刻线。那像大灯的细节，它原本没有设计的很好，然后翻模之后有一些细节也已经都糊掉了，然后反而这个留用的套件它刻画的细节比较好，所以我就留用了这个零件。然后这个零件其实原本来的话它比较大，所以变成我旁边都要修大概1mm掉，让它整个可以进去，也是修改很多，让它只留下那个里面的框可以进去这样。那原本实测设计这边应该是镂空的散热，这个每一个隔间都是散热，然后这个树脂套件它没有引擎，所以它没有做这个部分。那这间隙这么大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它设计要方便，可能开模还是怎么样的。结果公差这么大。对，因为其实实车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体的，它跟这个保杆这一块是一整块一体成型的，所以它是整个连这一起的。然后因为它可能就是为了这一块底板要方便拆装组装，所以它变成没有设计一体成型这样。对。然后因为底板我为了要方便这个制作改装的话，我就把从中间这里切开来，然后把这一块跟这个地方做无缝，然后无缝之后再开始把这个洞全部都挖出来，做成镂空，就可以看到内构。原本它没内构，这些内构都是你自己追加的。对，就是我全部都挖空出来，因为我为了要塞这颗引擎，所以我就既然都看得到内构的话，我就干脆全部把它挖出来。哇塞，业主有说要把引擎塞进去吗？业主他应该也不知道有这颗引擎因为我是买那一盒套件回来，我发现它是整颗的引擎，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做引擎都是做成一片。那我们应该要跟他申请加钱呢。我们经费可以再多一点。对。这个
后方向灯它原本应该是要做透明件，可是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做成另外的透明，它直接设计成跟树脂是同一块的，变成要自己去做分色。然后我这边就是把它整个挖空之后呢，然后用补土补上去，然后再磨出它这个应该有2个面，然后磨出来之后再翻成透明的零件。对。然后这个透明零件呢，我是用环氧树脂，然后加透明黑去直接把它染成熏黑的灯壳。后面应该就是还要再抛光，然后上透明漆，让它整个会透亮。前面这个方向灯它虽然有挖出来，可是它原厂是附一片薄薄的透明件。可是因为这个像跟后面一样，其实这边有个曲面，然后轮拱这边也有个曲面，它一整面平的话，装下去就会整个凹进去这样。还原度不够。对，变成它太薄，就是薄一边，然后角度也不对。然后我一样就用补土补起来，然后一样翻成透明的零件。那原本这个套件都已经非常严重的泛黄，像这种环氧树脂，你如果没有一开始就喷透明漆下去保护的话，一阵子就会整个都泛黄。然后它这个已经非常的严重，就是基本上已经不能用了。前面的大灯我留用了射出件，然后它原本里面有一圈黑色的框，然后它是做成雾面的，我是把它整个磨掉，然后整片重新抛，抛的这么亮，里面外面全部都抛光了，让它透亮。对，然后黑空我到时候再另外再折再处理。尾灯它原本也是熏黑的尾灯，我就用环氧树脂直接翻成透明件，然后染黑的环氧树脂件这样。哇，好期待它装上去的效果。哇，我觉得这次业主是赚到了本来这里面都是空的然后这是真的改好改满。那这个有办法拆开来看吗？可以啊，因为现在这个零件都是分开再加啊，对啊，不能拆你就没办法上色。那我们拆开来给观众看一下。因为这个零件都还没有。你是大概先摆上去。哇，好酷哦！我们先看这个板，你看一下我的手。还有起来。哇，你看这个板，原本做好的套件是长这样对，原本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的。加送这样子对，整个引擎都送，太夸张了吧？那这一块该不会也是送的吧？对，我们一样是有用套件。对，那我们真的应该要来比对一下。那原本的内装这个 GK 的套件，它可能就设计的比较简单，阳春。对，就是有就好了，它细节比较少。然后我留在这个零件，因为它的细节比这个看起来还要多一点点。像这个中控这个面板呢，它有这个按键的细节比较，然后原本的套件它就是没有那个细节。然后方向盘的部分有它的射出件的那个型也比较好看。然后我这个中间这个 mark 的部分，我也是它原本是有一点弧度圆圆凸凸的，然后把它整个磨平挖深，然后改10颗变圆片，然后到时候这个 logo 上去就会比较就很有质感。对。然后换挡拨片部分也是用 GK 套件的10颗套，可是它原本比较小，我也做了很多的修改才装得上去。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大灯还有雨刷这个拨片，原本的 GK 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设计这么长，所以它做的非常的短，所以造型整个都是不对。对，所以我也就是干脆直接整组都留用这个射出件。然后这一块的造型，它这个也有刻线，可是那个 GK 件它就没有这个细节。然后再来就是车缝线，这个都有车缝线，可是 GK 也没有。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安全气囊的刻线，这个也把它重现，这个也是原本就有，然后 GK 也是都省略掉了。了解。对，哇。这个灰色跟这个白色的交界是什么？这个是那个原本套件它射出件它这个比较短，对，它跟那个车壳这边会有一点点缝，一点点，这个是要一点点，对，一点点。其实那个玻璃盖上去其实也看不到这一块，因为玻璃还有个黑框。但是你为了追求里面内构很完美，你的 fit 是真的，就是把它没有间隙。对，虽然它看不到，可是我们还是把它补起来，因为到时候比较好定位。翔哥的一点点。那你们知道这个一点点里面是一个宇宙啊？这什么叫这个叫一点点？这已经5 mm 了，这么大的公差，对，一点点。看到这个椅子，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时候有一个小白说：“你这个椅子能不能拆下来？”然后借我们带去扫描。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把他的椅子拆下来，我要喷显影剂，那个椅子多少钱？然后喷了以后就要报废了嘞。对。后来怎么解决这个椅子的问题？我们跟观众讲一下。那椅子呢，我是
找到有一款那个，它应该算是玩具车，它是675S 型啊，然后它车上刚好是配这一张哦，然后我就把它留用下来，留用，因为它整个型都不错，也不太需要改，就是再追加了一些细节，像它原本也有个那个安全带扣，它原本是黑色那个也没什么细节，我就一样磨掉，然后改用改套，然后椅背这边呢有一个安全带的那个固定的位置，然后我是用铝箔折弯，然后下面加一个铆钉上去。我要把安全带穿过去，所以我这边有做一个镂空。哇，真的可以穿过去？对，可以让安全带到时候穿过去。因为这个地方我也把它挖镂空，让安全带到时候可以穿过来固定住。对，哇，这个还原也太夸张了吧！对，就是一些细节，就是能加的我们就把它加上去这样子。我为了要塞这颗引擎下去呢，对，要把这个所有 GK 实心的部分全部都挖掉。这很难挖哎。对啊，因为 GK 的屑很容易卡在那个钨钢砖上面，然后就是变成一直过热，因为那个扭力不够，就变成一直在一直在吃扭力，就对。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过热，然后后来我就把小章鱼就挖到整只烧掉了，就是挖到不能用了。对，那就整个可能过热就已经整个可能基板烧掉，还是马达烧掉，上天堂。对，然后天堂就掉下来一台550T，然后他说：“请问你烧坏的是550T 吗？”他说：“不是。”然后后来你用550T 有顺利的把这个挖空了。后来就是整个就是扭力够大，就是变得比较轻松，不会一直这样卡住。550T 有一个很好用的点，就是它就算低转速，它的扭力很稳哎。对，它就是比较够力的，对，不会说你一施压力它就感觉要停住，整个。对。啊，如果我们用市面上那种大的那种电钻，虽然扭力很够，但是一钻也就什么都没有。对，太暴力了。对 ，OK， 所以改完就变这样。对，这个就是整个已经全部都挖掉，把所有会干涉的地方全部都已经挖空，让它不会干涉这样。哇，好酷哦！我顺便想问，这个5657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固定轮框的那个座。它铝圈要固定的这个座，因为它有位置，因为它长得很像，它的这个侧面有固定卡钳的位置，因为它左右两边的卡钳不一样，对，造型不一样，要做记号，不然你会搞混。哇！我们里面挖空之后，然后我顺便连这个也一起全部都挖空，这些只要是散热的洞，我们就全部都挖空。哇靠！从这边看更明显呢，这一整个就不见了，整个都挖空。那个车子，人家都说。车子看起来就装完就是一个车，有车壳、有轮子、有内装。没有人想到这个内装是这个样子变这个样子哎，整个挖完之后车壳变超级轻。对，而且这样子引擎进来，才整个那个改装的那种结构感，就整个还原度就超级加分哎。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引擎你改了什么好了。那引擎的部分看不到的地方，我就是说直接切掉，要不然车壳就会挖太多地方。就是主要是看得到就是这一块位置而已。然后这一块其实排气管这一块应该是碳纤维的，然后就是先做出形状出来，然后到时候完成之后就改贴碳纤维。这一块饰板啊，这两根是什么？钛管哦。这两根是它的排气管，600LT 它的排气管是往上喷的，570S 它原本排气管是在下面对，然后变成这一块我们就要从自制出改管。对。那接下来有个比较重要的零件要讲，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整颗的引擎，可在引擎盖原本是设计是整个实心，看不到里面，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整个全部都挖空，然后有干涉的地方我是全部都挖掉，哇，然后这个就是挖空。那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个形状？这个就是有干涉到引擎里面的零件，我也要闪过去这个零件，所以这个就是要全部都挖掉。连在这里面内侧看不到，你都把它用那么漂亮。对啊，像原本这里有2个散热孔，2个小的散热孔，就也是把它挖空，让它可以透过来。那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这2个东西了。对，引擎盖这个，原本没有打算做那个引擎。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打算做3D 逆向，然后做成网子的形状，也没有做成镂空的。对，当时我们打算把这个零件，就是用3D 逆向完以后，在3D 建模里面用一点网子的感觉就好。因为它原本就是平面的，没有网子的感觉。结果现在变这样，对，那这怎么弄出来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想要怎么看得到引擎，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花好几万去开一个金属模具来打这个10颗片。对，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用矽胶模具开一个矽胶模具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形状压出来。哇！我跟各位观众讲，
这一集的节目我们是比较长的长片，但是真的太精彩，太多惊喜了。我们就让翔哥还是完整的介绍你到底做了哪些疯狂的事情。那我先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蚀刻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好期待。那我拿原本的引擎盖这块饰板，然后先翻成细胶，做成细胶的 A 模和 B 模，然后再用细胶模去翻成环氧树脂的。可以敲击的那个模具压住的模具，对。然后因为环氧树脂，我本来想说它比较硬，可以比较耐冲击，结果我蚀刻片放上去，然后一敲，然后因为我原本这个间隙也做得不够，应该再磨多一点，让扣掉那个蚀刻片的板，或让它不会那么密合。一开始也磨得不太够，就变成它太密合，然后蚀刻变成那间隙整个下去，然后一敲它就整个碎掉了。这一个整个碎掉。对，这个它可以看到因为我你现在把它粘起来了，因为它整个一敲就碎了。对，因为间隙不够，要变成。没有扣掉它这个间隙，后来我又直接用树脂，这叫 Kast 的树脂，CAST， 对 Kast 的树脂，然后变成它比较有韧性，然后边修的也比较多，让它不会那么紧。所以你再把这个对斗回去，就是蚀刻片压，然后这块放上去，然后直接敲拔。你是把蚀刻片压在这里，对，然后把这个压进来，对，然后敲这个东西，对，然后这个网子的形状就出来了，对，好酷哦，就是变成用冲压模具的原理。你上一次来你是人体3D 列印机，你现在是人体冲压机，又升级，哇，又升级，好好用哦。你怎么这样子这么多100万的机器？最后的成品就变这个样子。这次已经在修改到第3次的模，就是有比较成功压出来，细节也比较有出来这样子。对，太离谱了啦。那铝圈我们也稍微升级了一下，原本它只有一个小小的凸点，那我在里面稍微磨平之后，然后追加了6角的那个蚀刻片下去。那轮圈气节它原本也是 GK 翻在一起，然后我就把它整个移除掉，然后我也改用了金属的气嘴，改装气嘴。那卡钳的部分呢，我也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正，像卸油螺丝它原本就是很糊啦 ，GK 翻出来都是很糊，然后还有这个金属油管，它也是虽然它有做出样子，可是细节就是没有立体感。然后卸油螺丝这边呢，我把原本这个切掉，然后钻这个小洞，然后我自己用那个塑料，然后车销一个那个卸油螺丝，然后金属油管这部分用细的金属线，然后折弯下去追加它的细节，这样。透过刚刚翔哥这样的介绍，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你只是打一通电话说，我做了一点东西来拍一下制作过程，分享给观众，没想到是一个大工程。你们改很大的人都会说，我就做一点点改造。那个一点点，对，小小的升级而已。对，改装来讲，这些都是原厂的东西而已，只是升级原厂。那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个实现梦想的频道嘞。因为我之前改那个解体相机啊，我也是想说，改个头完蛋烂尾了。然后还好有那个布莱达，然后还好有阿伦他们做这些记录。然后这一次，我们又要实现另外一个这个发包业主的梦想了。然后当然。要实现这些梦想不是靠我一个人，就是要靠这些顶级各个领域的这个达人。真的太恐怖了。好，那我们就让翔哥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上色，然后完整给大家看。One very long digestive tract later。我想看到翔哥前面介绍的这么多认真的制作，今天终于把它完成了。其实应该严格说起来是完成1年的。对，1年多了真的是在正式开始欣赏这台车之前，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可以感觉得出来，这种纯手工的车跟这种你在外面随随便便就几百块买得到的有烤漆的车，大家应该已经可以分辨它的细节差在哪里。对，因为像这种便宜的车啊，它就是仪表板有帮你分色，然后比较粗糙，然后里面的细节甚至是直接是射出件。那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它这个烤漆是不是都很漏啊？对，因为他们通常就是色漆跟精油有时候会混在一起喷，所以他们漆都会上很厚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橘皮咬花啊。对，然后细节都是交代的很不清楚，就是有就好。对，因为他们都是上很厚，反正只要够亮就可以了。对，因为虽然这集影片的内容很丰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快速的看出来就是模型师的一个心血，就是正常一个模具开模完这个模具它可能开得很便宜，
然后它就上产线，它就有些甚至是自动化挂盆，对啊，有些是人喷的，然后接下来就马上组装，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台几百块的成品。对，因为他们几百块不可能花太多时间下去修这种细节什么的。没错，然后他们的分色可能就是做一个模具，对，然后就套着啊，有喷完就赶快去下，对，甚至连检查都不用检查。但是跟这种纯手工车哈，就真的不一样，尤其是这2台都是翔哥做的，对，这台是我们更早之前做的车子，对，到现在还是这么的完美。他在这里经历过了几次的地震，对，还好他一直有那个有个壳子保护的。说这么多哈，我觉得我们是时候现在好好欣赏一下这一台叫做什么？迈拉伦600LT。OK。这一次呢，车主给我们比较多的预算，所以我们跟这台车来比的话，我们升级了很多地方。最明显的地方应该就是内装，因为这个内装是沙漏，我们之前在那个有提到的是那个美国品牌吕贝尔他出的那个570S 的内装，因为它这个内装比较符合实车的造型内装。哦，我都忘记了，我现在一看2台，我才发现这个是原本 GK 的。对对对，然后这是你沙漏另外一台。对对对，那台沙漏件，因为它的造型我跟实车比对比较正确，所以我就把它移植过来。当然内装也是都要修改才塞得进去它这个。哦，就上次结构有提的那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椅子的部分也是沙漏过来的，跟原本配的，因为那一台刚好也是配这个椅子，所以就刚好一起沙漏。还有大灯壳也是，因为那时候大灯壳这个是原本 GK， 这个是树脂，塑胶。对了，应该算塑胶啦，就塑胶射出的那一个。对对，一样570S 的它的灯壳，然后稍微修一下，因为这个比较不会变黄，因为那种一般的那种树脂翻模件，它很容易就变黄。对，除非我永远都把它罩着，然后尽量不要氧化。对对，然后抽真空。然后雨刷的部分也是沙漏，因为正常 GK 它是那种10颗片折的，所以它比较没有那种圆润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570S，它变成会比较圆润，会比较像实车的，像真的那一个。对，雨刷，因为10颗片通常折起来都是四四方方的，对，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像真。对，然后再来就是引擎盖，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挖空的部分，然后这个完成的部分就可以比对出来，原本是 GK 树脂件，然后引擎盖我就是变成制作成网子的透过去，然后看得到引擎。如果没有把这一台拿出来，只看这一台就觉得，它套件本来就这么厉害了。对，可能感觉不出来差在一样都是原厂车。哦，还好这台我们有一直留着，对，就可以感觉到差别在哪里这样。还有就是后灯的部分，因为方向灯都是黑的，可能看不太出来。原本它方向灯是没有透明，它是树脂的。对。然后我把这个挖掉，然后改成树脂，然后翻透明件。对，翻成透明可以，然后尾灯也是一起翻成透明，可以增加它原本的灯壳的质感。哇，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对，因为还要为了灯壳下去翻模，我想应该没有几个人这么跟神经病一样。上次只是看它修改完，已经觉得很疯狂。但是大家要知道，从修改完这个东西单部位的零件做完，还要完美的组装在一起，并且没有任何的溢胶，对，也是蛮痛苦的。对啊，其实做汽车模型最怕的就是溢胶啊，还是你一些那种细节没处理好，因为车壳亮亮的，你一点瑕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我比较好奇，这是金属网吗？10颗网，然后跟这个塑胶结合，这个金属上色你有什么流程吗？
就是这个金属网，金属网就是一样，就是那个金属底漆嘛，然后就是上黑漆这样。一定要喷一个金属底漆。对，蚀刻片一定要喷金属底漆，不然很容易就你一刮它就掉了。对，那这一台漆，我记得它的漆也是很特别的。对，因为车主选了一个很特别车色的漆，后来我们也请车主提供他的原漆给我们下去喷，这样会比较准确。他那个车主的漆是从迈拉伦直接买的。不知道，反正就是车主提供给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对，只是他提供给我们的会比较接近，比我们自己在那边乱调会更像。对，我觉得无论如何，就算你给到同一罐颜料，但是在金属或者是塑胶跟底漆的这个叠的流程，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颜色上的差异。对，还有一个是它那个物件真的太大哦，所以它那个物件这么大，受到光的反射，跟你这么小，这差不多一个后照镜大小的这个反射跟吸收光源，最后呈现出来一定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过我觉得能还原到这样子跟真车这样对照，这个收费实在是太便宜，也算良心事业的，而且做这么久就算我们扣除等的时间也做了快2年，还好我们模型师都不是只做模型过活，对，这本身会饿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跟这个真车，基本上我觉得，如果那一台真车真的是车主非常爱的一台车，它这个还原度真的是已经太棒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你看我们如果是买这种，它就是标准射出的一个地台，然后后面有点 low 然后甚至还有这种胶带缠胶连在上面的，它下面还有一个这个炮壳，就是这种廉价感到处都是，对不对？因为基本上这就是一台玩具车，可以拿来玩的玩具车，所以也不能要求太多。它什么？对，它就是一台可以玩的玩具车。对，然后上一次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个亚克力底座，基本的，对，这个完整度已经很高了。没想到我觉得这次很像逛 LV 的感觉。对，因为车主他说他有在跑赛道，所以我想说就弄一个终点线的简单的地台下去搭配这样。这个不是他指定的，是你帮他设计的。对，因为想说做一个简单的地台。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那个叫软木垫，软木垫下去喷漆。对，因为软木垫它喷漆完质感就有点像马路了。那这个是怎么做的？自己慢慢折哦。对啊，就是割方块下去折，一格一格折，一格折啊。啊，你怎么有这个迈拉伦的这个原厂标签？这个也是车主实车，他说他之前贴膜把整台车贴膜的时候撕下来，他把这个漆给撕下来，所以他又买了一块，只要再买一块新的，然后这一块我就帮他把漆去掉，重新再上漆，所以他这块实车的这一块我就把它留在这里。对，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帮他这台车做的那个名牌。哦，这是你自己画、自己设计的？对，就简单的一个那个名牌。那这个可是这个名牌是你画图，然后你是外包出去给人家做这样吗？就是请人家印啦，这个一样跟实车，这是同一个漆啊，跟车色一样的漆。你先用一个胶板，对，然后就上跟车一样的漆，然后贴水贴，然后再上精油，一样再抛光过。对啊，因为水贴一样会有断差，就是在抛光过，连名牌都抛光，所以它平整度。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我们就直接讲啊，如果你有20-30万以上的预算，想要还原你的法拉利，想要还原你的兰博基尼，一定要20-30万的预算以上，你再来联系我们翔哥。好，我们 MAD 呢，在这台车里面是1毛钱是不抽的，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把这台车拍给大家看的。世界上有一个这么疯狂的模型师，然后做出这么疯狂的作品，我觉得如果我是车主，我已经很爽，尽量还原跟实车一样的配备啊。这整台车做起来比它一个轮框还便宜耶。对啊，有的人就嫌一个轮框的钱都嫌贵了。对，所以我说，如果你买得起这种真车的人，在玩1000万超跑的人，那个尾数拿来给我们做，我们就已经用了这么多的心思帮你完成，这么多的功法下去做。而且，翔哥过了3年，就代表老了3岁。对，就人在做出这种车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还愿意接吗？我想，如果要这样大工程，我想还是算了。对啊，这个工程量实在太大了。对。那如果5倍的价格呢？5倍的话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好，那刚刚的那个20-30啊，你们自己再乘2，看你的预算就买到多少的东西。对。好，那如果你要还原到这样，又要塑胶车并 GK 车，还要还原原漆，还要还原原本的结构，还要有这样，哇，
一整个玩整套的那个。对，我觉得这个花个40-50真的不过分啊！我想到了啦，如果你们是保时捷原厂、法拉利原厂、迈拉伦原厂，你们如果要做这种顶级手工车，要送给车主的至尊服务，那一台车8-9千万快1亿的哈，那麻烦联系一下翔哥，那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他们的那种高级车的车库欣赏一下实车，甚至试开一下，然后不小心回到就买单，做10台也不够。对，真的世界上有这么顶的模型师，我真的觉得是我们有生之年值得一看再看。最后，我们希望这位车主如果有空回国的时候，麻烦赶快来找翔哥把车领走，把你的爱车牵回家。不然的话，我们做完还要怕这个还要负保管责任，天灾人祸，放在这里很担心的，很担心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翔哥下次帮我们带来更新的作品。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非常的精彩啊！那记得各位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翔哥，他这个车很用心呢，他即便是这个合位啊，你看他都有这个做这个光影那个树的倒影，就是它虽然是一台一看就知道是画的，可是它还是尽量的想要告诉你，我这个是在拟真的感觉。这台车帅不帅？帅。喜欢吗？喜欢。想做吗？还好。如果做这一台车，标准工序都不改，大概是多少费用？多少嘛？基本上直做就是1万起。1万起。对。那我们先订一台。先订。可以吗？可以。所以我现在是被发包了吗？没有，我们是订车，先下订就对，先下订，对。我为什么要跟你订这台车哈？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哈，就是我想学坐车，然后呢，我想要让一般观众朋友觉得坐车是一件很好玩、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所以我们就打算呢来拍一集，就是只是直坐不能改。不能改，宿主直喷直贴，会是怎么样？可以吗？可以，真的可以。好，对，因为我发现我们节目有2件很好笑的事情，都发生在民用组。就是上次那个刘大来，我请他说，麻烦你帮我们做一台摩托车，宿主直坐，然后让推大家来入坑这个摩托车。我问完我所有朋友，他们都说这辈子都不敢玩摩托车。他那个宿主真的就是世界最顶的宿主，对，看不出来哪里有树。然后接下来你看，我们只做了一台 GK， 对，然后原厂，然后改造了一台。我觉得这辈子都看不到人家在玩车，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一个玩摩托车。你看那个比赛，你看那个民用组的比赛，一年比一年还少人，没有人敢去。所以不可以这样。对，你们这种是不可以去比赛的。对，你们这种就是评审。好，那我们终究还是要告诉人家玩车的乐趣。对，那宿主也是很好玩的，而且可以做得很漂亮。对，那我们就等翔哥做完这一台保时捷，好，然后就期待下次过来。这是大概多久？这个如果宿主的话，应该很快，大概2个月。太好了！ 2个月，太好了！我要粉红色的。好，没问题，就只可以改色哦，剩下都不能改。好，没问题。好，下次见，拜拜。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 Wars 的阿芝，又来到无字幕片尾的时间啦。今天我一定要跟大家报个好康，eday老师他出了第3本书啦！哇，eday老师超强。他蝉联了2届 GBWC 世界冠军耶！他这次第3本有300多页，真的是把他的毕生所学给好给满啊！以我自己来说啊，像我没在改造啊，我还是会想买这本书，就是可以增加我的那个知识含量，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作品会怎么改造啊，怎样用，原来是这样用啊，还有这样改装会，原来会有这种的呈现，说不定看着看着，我越看越有兴趣，我就开始动手制作了。如果新手买这本书也是有帮助，就是增加自己的那种广阔的那个视野啊。像小江老师这种会改的，他本来就会有动手改造的能力，
但是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呢，他就会想，哇，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又可以那样玩，哇，整个就是增加自己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不是有一个梗图上，知识量爆炸。现在重点来了，现在预购伊队老师第3本的改造书，只要1580就送你特点10颗片，伊队老师亲自设计的。我自己也要收藏。这本书它是全英文的，虽然它是全英文，但是它有大量的图片去诠释改造的过程，让你不懂英文也看得懂。像我就不懂英文，我就需要大量的图片来了解改造的过程。再来有个特别的重点，就是这个54斜口钳，有没有看到上面的标志不一样？改，就是我们跟伊队老师联名出的改斜口钳。它跟我们的54斜口钳是同一个规格，不过呢，上面的雷雕有改成伊队老师的标志，还有它的外盒啊，也是伊队老师亲自设计的，整个包装会完全不一样，超级漂亮、精美的啊！售价800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请到下方资讯栏进行购买哦。我的工商时间到此结束，拜拜。